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通过今天的视频我们会尝试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欧冠奖金到底是靠名气还是靠表现？第3个问题是为什么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他只要求球队进欧冠，却不要求球队在欧冠出成绩？这个视频的灵感是因为我前一阵看曼联的财务报表，里头披露了欧冠的奖金细节。我截屏给大家看一下，在曼联2022年年度财表的第46页，里面的内容呢，在后面的视频我会给大家翻译和详细解析。那么因为曼联在纽交所上市，按照美股证监会的要求呢，它的披露是非常详细的。曼联也是少数几个能有这么详尽的公开信息的足球俱乐部，很难得。读一读这个财表呢，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范加尔会说曼联是个商业俱乐部，不是个足球俱乐部。我们也会知道为什么格雷泽着急卖曼联的股份，但是又不全卖。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给我点个赞。等我们这个视频点赞过5000，我就可以做一个视频给大家一起详细的读一读曼联的财表。那么说回到这里披露的欧冠奖金呢，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曼联呢不仅列出了欧冠和欧联的奖金机制，甚至在最后一列呢，连欧协杯也给列出来了。当时就把我给看笑了，谁说曼联管理层不懂球？这不是对自己的实力很了解吗？那么关于欧冠的奖金机制呢，也不是什么秘密，欧足联的官方有详细的文件。进入欧冠的32支队伍呢，可以瓜分整整20亿欧元，而欧联的总奖金池呢只有 4.6 亿，欧协呢只有 2.4 亿。大家就可以看到欧冠的奖金基本上是欧联的接近5倍。这也难怪很多英超球队呢都想争4，不想踢欧联。那么这20亿欧元是怎么分的呢？一共有4块。第一部分呢叫做入围奖，一共是5亿欧元，是32个球队平分，每个球队大概有1600万欧。那么第二部分呢叫表现奖金，总价值6亿，这一部分我们很快呢会详细分析。第3部分呢叫做欧战历史积分抽成，总价值也是6亿，占总比的 30%， 根据球队过去10年的欧战积分发放。注意是要追溯整整10年。在设计上呢，我觉得有偏向大球队的嫌疑我们在后面也会详细分析。最后一部分呢叫做转播抽成，价值3亿，主要呢是看这个球队所在国家的转播市场份额。根据曼联的财务报表说英国呢大概可以分走6000万，直接就占了3亿的 20%。 那很显然小国家的小球队呢，在这部分也是要给大球队让路的。我们细看一下这4项奖金的占比很多朋友会发现20亿欧元呢，只有 30% 的奖金是真正跟表现挂钩的，其他在我红圈里的部分呢，其实或多或少都是一种保底机制。换言之呢，无论你是小组出局还是一路冠军，能影响的呢，只是整个奖金池的 30%。 我们有理由怀疑欧足联在设置奖金的时候呢，有动机要确保像曼联和巴萨这样的球队，即便小组出局也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毕竟和小球队爆冷进4强相比，欧冠能挣钱主要靠的还是豪门和球星，在回报方面呢，自然也要多偏向大球队。如果非常硬核，把20亿的设计都设计的要靠比赛表现说话的话，那大球队要是一气之下自己组一个超级联赛，那就麻烦了。当然了，欧足联就算再努力偏心于大球队，大球队还是会想搞超级联赛。关于超级联赛的内容呢，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我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说过这么多我们现在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了，进欧冠到底值多少钱？这要取决于表现、历史地位以及商业转播价值。那么举个例子像19到20年度的冠亚军拜仁和巴黎，4项奖金加起来，他们各自取得了接近1亿2000万欧元的奖金。那么小球队呢，如果你历史积分很低，小组赛的话又是输多胜少，那么大概也就只有2-3千万欧元的进账而已。当然了，进欧冠呢还会有赞助流量这一类的周边收入，就不在本视频的讨论范围了。我们今天呢只谈欧足联官方披露的奖金机制。那么下一个问题，欧冠奖金到底是靠表现还是靠名气？前面不少的分析我们已经能看到不少蛛丝马迹欧足联在分配方案上偏爱大球队呢是有动机的。那么从结果上来看让历史地位奖金和表现奖金一样都是6亿，也就很说明问题。我们来详细比较一下这2个奖金的具体设置。我们先来看这个欧战历史积分的设置很简单，一共6亿，按照球队过去10年欧战的表现积分排序，每年参赛的32个球队，排名第一的就是3600万，第二的3500万，每一名呢减110万，排名倒数第一的就是114万的奖金。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欧足联官网上的这个俱乐部10年排名的名单。我们看排名第一的是皇马，那毕竟这是一个看历史地位的榜单嘛，皇马排第一是实至名归的。但是我们细看之下就会发现，这个榜单呢有2个问题。
一个呢我叫做欧联积分超重问题，第二个呢我叫做历史追溯过长问题。那么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只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连曼联这样表现挣扎的球队，过去10年有4年连欧冠都没进，他却能够在总积分榜上排在第11，而过去10年从未缺席欧冠的波尔图和只缺席1次的多特却只能排在曼联的后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欧足联呢故意把欧联杯的积分的比重设计得很高。我们一起来看20到21赛季，这一年曼联的积分是26分。这一年呢，就是曼联在索帅的带领下和比利亚雷亚尔会师欧联杯的决赛，在一场紧张刺激、高潮迭起的0-0之后又给大家联袂奉献了一场11-10的点球大战。估计当时曼联管理层以为比赛是按照时长收费的。那总之呢，最后这个欧联亚军曼联拿了26个积分，比当年欧冠4强的巴黎、8强的利物浦和多特都要高。那么我就想请问，欧联杯决赛含金量是比欧冠4强、8强都高吗？为什么欧足联在设置奖金的时候，欧联不到欧冠的1/4，但是设置历史积分的时候，欧联的积分就要跟欧冠平起平坐了呢？如果不是欧足联的双重标准，很难想象像曼联这样的球队是可以在这份榜单里名列前茅的。而这份榜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历史追溯过长问题。为什么欧足联要选择10年积分，而不是3年或者5年呢？答案很简单，欧足联要尽力保证大球队的利益。就好比今年利物浦和切尔西没有进欧冠，但他们靠着10年历史的积分，当前1-2年的表现稀释的几乎无足轻重。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欧冠给豪门设计的一种保底机制。而且呢，欧足联还怕不保险，为了给豪门把蛋糕分到位，在10年积分的历史基础上，这里还要额外算上球队历史上所有得到的欧战冠军，也就是我在红线里这里画出来的部分。欧战辉煌的皇马呢，就有整整98个额外积分。我们可以想象靠着这些家底，皇马就算连续2-3年欧冠战绩惨淡，一样可以排在这个榜单的第一。同样受益的呢，还有如今落魄但是祖上却很阔的曼联、切尔西、尤文。而国际米兰呢，去年进了欧冠决赛，现在这个榜单里只能排到第22。那么很显然，这个榜单并不是为了激励球队出成绩，而是为了把蛋糕分到位。有趣的呢是，像曼城、巴黎这样的足坛新贵就会被这种历史积分的误伤。像我们的新科冠军曼城10年排名呢只能排到第4，因为曼联的额外冠军积分呢只有1分，而巴萨有41分。如果说排除掉这一块的话，曼城是可以力压巴萨排第3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实验我手动统计了目前榜单前25的球队，如果我们只算球队3年的欧战积分，不算10年，也不算这些历史冠军的额外加成，那么这份榜单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曼城呢，它就会从第4跳到第1，排名进步了3名，皇马、拜仁各自退后1名，而切尔西、利物浦会紧随其后。目前为止呢都还算靠谱。那我们看这份榜单受害最深的就是巴萨，排名呢从第3跌到第16，退后了整整13名。而最受益的呢，除了是国米，去年欧冠亚军，他一共可以进步12名，还有就是黄潜，他前年欧冠4强，大前年还是欧联冠军，可以进步整整15名，以及罗马可以进步11名，一跃而升至第6。那当然了，罗马的积分高，很大程度也是我提到的第一点问题，就是欧足联把像欧联、欧协的积分设计得太高了。有朋友可能会说竞技体育嘛，就是要看冠军，欧协、欧联的冠军就是要比欧冠的8强值钱。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罗马、黄潜就是要比巴黎、巴萨排得高，这恐怕是欧足联和大球队所不愿意看到的。那如果欧足联把欧联的积分设置得很低，让罗马这些小球队没法和巴萨竞争，又会得罪像曼联、切尔西这种偶尔会掉出英超前4的球队。于是最后欧足联的方案呢，就是一方面把次级联赛的积分拔高，保证英超争4球队的利益；另一方面呢，给足10年积分，再算上历史锦标，保证小球队就算1-2年里出了什么奇迹一样的表现，它也不会动摇大球队的利益。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就是这个奖金池里唯一的表现奖金了。左边呢是奖金的组成部分，右边是我统计的不同战绩下的总表现奖金。很显然呢，在欧联就算你拿了冠军，也才不到2000万的奖金，还没有欧冠16强的多。这里就更能解释为什么大球队到了欧联就不屑出力，也能显得欧足联在奖金和历史积分设置上的双标。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欧冠奖金到底是靠表现呢，还是靠名气挂钩的保底机制呢？当然是都有，只不过表现的占比比我们普遍想的要少得多。那么最后我们以目前小组2连败的曼联为例，看看今年曼联在欧冠能拿多少奖金。为了统计方便呢，我们就假设
曼联的小组战绩呢是3胜1平2负。当然了，目前看来2负的额度已经被曼联给用掉了，大家就发挥一下想象力，幻想一下曼联接下来4轮不败。如果曼联3胜1平2负小组出局，那么就可以拿到6700万。如果进入了16强呢，就有7700万；进入了4强呢，就有1亿。那我这里声明一下，什么16强、4强什么的呢，都属于分析需要，不代表本台立场，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也不要去举报胖叔的视频啊。有趣的呢，就是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固定奖金，也就是非表现奖。入围奖、历史积分奖和转播奖其实都跟这个赛季的表现关系不大。可以说，以曼联的商业地位，只要打进欧冠就能拿到5800万，这是基本盘，是大头。而表现奖金这一块呢，就算爵爷像控制英足总一样控制了欧足联，把曼联送进决赛，表现奖也只能占到总奖金的一半。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以商业运营为理念的曼联俱乐部只要求进欧冠，不要求欧冠出成绩？答案很简单，进欧冠比欧冠出成绩的投资回报比大太多了。只要我迈进欧冠的大门，就有5800万，而是小组出局还是16强出局，奖金前后也不过差1000万而已，都不够给桑乔结工资的。假如说我们有2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投资1亿，是争4的1亿，稳定的可以赚取额外5800万的收益。而第2个项目呢，追加投资争冠，那就不是1亿2亿的问题了。而且即便投了资，也不一定能保证有冠军。第一个项目投资风险低，回报相对高，而第2个项目呢，风险太高，却没有与高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抛开曼联有没有额外的1亿不谈，从商业角度来看呢，只投资第一个项目也是合理的。我们球迷朋友呢会苛责球队没有雄心壮志，只在乎商业回报。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足球世界都是按照商业规律在运行的。欧足联的奖金设置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再比如像赞助商，像前不久阿迪达斯跟曼联签了一个10年11亿的赞助合同，也写明了，如果曼联连续2年无缘欧冠，那赞助费就要下降30%，也就是1年3-4千万的损失。我们知道啊，在商业世界，策略是根据风险与回报决定的。因此，格雷泽和曼联管理层的工作重心就是如何确保曼联不要连续2年失去欧冠资格。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很显然，曼联在球场上的挣扎离不开现在管理层重商业轻竞技的理念。自传奇教练福格森爵士退休以来，已经整整10年了。如果从体育竞技的角度来看呢，过去的10年曼联自然是失败的。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过去10年曼联的表现却是可圈可点。三德子、格雷泽他们对足球的理解可能都未必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深，但是他对商业策略的理解十分到位，包括赞助合同啊、球员合同的设计啊，都有着华尔街投行的色彩。曼联管理层按照商业逻辑运营俱乐部，在第一个项目的投资上是非常成功的。看了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啊，过去10年曼联缺席了4次欧冠，却从来没有连续2年缺席欧冠。只要有1年掉出去，夏天一定会用恰到好处的风险投资，立刻把欧冠席位赢回来。但是10年以来，曼联管理层前4就满足的心态也显露无遗。曼联赢了商业，但是输了雄心壮志。毕竟呢，我们喜欢体育竞技，不是因为喜欢它的投资回报、风险管控。体育当然离不开商业化，但这些年逐渐严重的商业化也一步一步稀释了体育的纯粹。NBA 呢，随着商业化的深入，球员的工资水涨船高，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到1000万年薪，球赛也越来越像打卡下班。而足球呢，随着商业化的深入，球员的身价动辄上亿，20岁的年轻人拿着30万的周薪，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像斯科尔斯、伊涅斯塔这样的低调务实、专注比赛的球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呢是搞发型的、搞罢训的、发社交媒体的、搞社会活动的。我们记得啊，22年的欧冠决赛前，皇马球员巴尔韦德说：“我宁可献祭我的老婆，也要换得我们决赛的胜利。”他的发言啊，虽然很极端，但是会让我们想起来老派球员的精神。我们爱体育，爱的是他的孤注一掷，爱的是他的热血沸腾。借用我喜欢的一个小说里的一句话：足球比赛不是炫耀，是荣耀。上场之后呢，无关身价，只讲胜负。像巴尔韦德这样的球员呢，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希望他在皇马能够越踢越好。想挣钱呢，等30岁的时候来曼联，咱们再多发发社交媒体也来得及。今天呢，时间不多，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分享，一键3连，谢谢大家。